第156章，暗示被认出来了。克莱恩悚然一惊，险些直接进入战斗状态。哪怕他未曾开启灵视，也能从埃姆林怀特的口吻和话语里确认他没有撒谎。他很有信心，他非常笃定。紧绷的感觉刚刚涌起，克莱恩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担心这件事情？旋即，他在脑海里对自己的问题做出了回答。被认出来就认出来了呗，现在的情况和近2个月前已截然不同。我曾经在官方监控者面前，因被克朗大使的事情仓皇失措，四处奔走，努力抓着每一根稻草。这个过程里，接触到超凡圈子，甚至转变为非凡者，都是存在不小可能的。所以，即使非凡者身份曝光，他们也不会想得太深，挖出我的过去。而且，艾辛格斯坦顿侦探大概率是非凡者，并与警察部门和官方组织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他之前隐约有猜测我是同类，并柔和地拉拢着我。从这方面讲，我勉强算是官方的外围成员，真出了事情，也不是必然会被抓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我已经让目前的形象深入人心，不怕照片上通缉令，一旦情况不对，可以直接放弃明斯克街15号和夏洛克·莫里亚蒂这个身份。所以，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来之前也占卜过，骑士室几乎不存在危险。念头闪烁间，克莱恩收缩的瞳孔、微变的脸色和蓄势待发的状态全部缓和，就像对方在谈论今天的天气一样。见他神情如常，埃姆林怀特挑了下眉毛，侧走几步，从他的身前挤过，慢悠悠坐到了旁边。这吸血鬼望着前方引导信徒做圣餐仪式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嘿了一声道：“侦探先生，你就不怕我去警察局大喊你是非凡者吗？”克莱恩同样看着前方，没有转头。我会跟着你一起去，并大喊这是一只吸血鬼，来啊，互相伤害啊，谁怕谁？埃姆林怀特的表情僵硬了一下，竖起右手食指道：“血族，高贵的血族，明白吗？”不等克莱恩开口，见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正专注于圣餐仪式，埃姆林怀特低笑了一声道：“不管怎么样，我总算要自由了。”我假装屈服，告诉那个老头子我愿意改信大地母神，并深刻的忏悔过去的所作所为。虽然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需要忏悔的，但做个样子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个老头子竟然就这样相信了，而且很高兴，当场就放我出来，让我成为这里的教士，告诉我，如果我能背完大地母神教会的圣典，就让我回家。哈哈，这种脑子里全是肌肉而且信教信傻了的老家伙，真是好骗啊，好骗！克莱恩侧头看了得意洋洋的吸血鬼一眼，望向前方道：“乌特拉夫斯基神父以前是一名海盗，杀过的人也许比你父亲救过的还多，而海盗大多数都是不相信同伴的，他们之间充满了欺诈和背叛。能成为一名相对成功且始终活着的海盗，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就算不擅长动脑子，也绝对不会是一个好骗的人。”见埃姆林怀特一脸不信，想要反驳，他摩挲着自己手杖的顶端，悠然补了一句：“神父手里有一件强力的封印物，叫做心眼蜡烛，它能让持有者进入目标心灵的最深处，在那里没有人能够撒谎。而且这只是它其中一个作用，它还有没有别的能力，我也不知道。”埃姆林渐渐呆住，目光慢慢失去了焦距。过了10几秒，他才脸色发白的低语道：“我说我愿意改信的时候，那个老头子提了一盏马灯进来，马灯里面有一节蜡烛，我没仔细看那蜡烛长什么样子。”克莱恩侧过脑袋，怜悯的看了埃姆林怀特一眼。也许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利用他给你种下了暗示，让你逐渐的、彻底的、真正的信仰起大地母神。埃姆林扯动嘴角，露出一个堪比活尸的笑容。我完全没有感觉，应该不是你说的这样。而且我的父母不是快找来了吗？他们可以通过普通人指责神父，说他强行拘禁我，让他在大地母神教会的声誉和放走我之间做出选择。这个办法是不是很棒？克莱恩保持着同情的眼神，交握双手，抵至嘴鼻前，做出认真忏悔的样子。如果我是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我会选择报警，让警察来澄清事实。你说，最后吃亏的会是有合法传教资格的主教，还是一只吸血鬼？血族，血族！埃姆林怀特的脸部肌肉似乎出现了痉挛，他握起拳头，砸了前方的椅背一下。
我可以等待，等我背下圣典，就要求老头子放我回去。他是个真正虔诚的人，不会不遵守承诺。克莱恩没有转头，笑了一声道：“我去过河湾大道48号，你的父母已经搬走了，必然的，他们不仅会搬走，而且还会搬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埃姆林·怀特毫不犹豫地回应道。克莱恩语气相当轻松地补充道：“他们搬走的太匆忙，很多东西都没有带走，比如你房间里的那些。”埃姆林·怀特的表情顿时变得极为精彩，他嘴巴张了张，猛然站起，从克莱恩身边挤了出去，冲向生命圣辉前方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神父，主教，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埃姆林大声地喊道。见还有信徒未完成圣餐仪式，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没做回应，只是平静地看了那只可怜的吸血鬼一眼。埃姆林豁然闭上了嘴巴，变得安静。他来回踱着步，显得焦急万分。克莱恩笑着起身，拿上手杖和帽子，散步般沿着过道抵达了教堂祈祷大厅的前排。等到圣餐仪式结束，他走至乌特拉夫斯基神父的旁边，一脸严肃地开口道：“主教，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让埃姆林留在这里，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他的父母委托我带他回去。如果这巨人般的神父轻松答应了我的请求，那就只能为埃姆林这吸血鬼点蜡了。不，从今天开始，他肯定很讨厌蜡烛，还是默哀吧。”克莱恩暗自想到。乌特拉夫斯基神父低头看着他们，表情温和地回答道：“埃姆林随时可以回家。”克莱恩看了埃姆林·怀特一眼，抬起右手在胸口点了一下。他本想顺时针点4下成绯红之月，但最后还是强行画出了3角圣辉。埃姆林被他看得颇为惴惴不安，什么话也没说，直接冲向了教堂门口，顺利离开了这里。克莱恩速度不慢地跟在他的侧后方，不急不躁，近乎小跑般的前行了一阵。埃姆林突然放缓了脚步，呆滞地说道：“我觉得我开始想念丰收教堂，想念背诵圣典的感觉，想念生命圣辉，想去做打扫和清理，只用做1个小时就行，1个小时。这暗示比我想象的还要恶毒啊！不管这吸血鬼去了哪里，每天都得回丰收教堂报道，强制劳动1个小时。其实还好，至少没强行用暗示的办法改变埃姆林的信仰，还算比较尊重他。我为什么要用尊重这个单词？那根蜡烛叫心眼，据说来自一条巨龙，观众途径有些可怕啊。”克莱恩点了下手杖道：“还需要我提醒什么吗？”“不需要。”埃姆林表情扭曲，语气愤怒地说道：“我会对抗这种感觉的。我要搬到尖海，搬到福萨克。我不相信远离了贝克兰德，我还会想回来。”他咬了咬牙，忽然吐了口气：“我们坐马车回河湾大道好。”克莱恩无所谓地回应道。走了几步，埃姆林拦住了一辆出租马车，正要登入车厢时，他的背影突地僵硬了2秒，随即他非常小声，差点让克莱恩都听不见的说道：“我身上没钱，我有。”克莱恩微笑开口。埃姆林不再说话，进入了车厢。克莱恩坐到他的对面，与马车开始行驶后，仿佛在思考般的问道：“你父亲是一位医师，拥有出色的药剂水平。”埃姆林虽然没精打采，但还是习惯性扬起了下巴。“这是我们血族的天赋，最出色的那些魔药大师都是血族。”“这样啊。”克莱恩低声自语，不知在想些什么。埃姆林沉默了一会道：“记得写信给你的朋友，告诉他我已经回到河湾大道，我的父母会来找我的。”“好。”克莱恩简洁回答道。过了近20分钟，马车驶入河湾大道，停在了48号那栋房屋前方。掏钱付账后，克莱恩走下马车，看见埃姆林·怀特望向卧室所在的位置，神情变得异常激动。这吸血鬼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对着克莱恩以手按胸，弯腰很深的行了一礼。“不管怎么样，我都必须感谢你。”克莱恩顿时露出笑容。“不用谢，找到你的赏金以及刚才的车资，我将向你的父母索取，而且你们还得调配有非凡效果的药剂，帮我治疗1个病人。这是你们一家应该付出的报酬。”第157章，观众的喝彩。赏金、车资、有非凡效果的药剂。埃姆林·怀特听得一时没能反应过来，这不是他预计的回答。绅士风度呢？这吸血鬼愣愣的想着。作为一名侦探，算账清楚是必须的素质，而且你还耽误了我去克拉格俱乐部。不知道这2天的限量供应是什么？克莱恩看着埃姆林·怀特，
半开玩笑的腹诽了一句。过了几秒，埃姆林强笑道：“必须看到病人，才能调配出适合的药剂。听口气，很有自信嘛。”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头，他旋即想到了一个问题。怀特一家似乎是出色的魔药学者，我真要受了伤，中了毒，完全可以来找他们治疗啊。我之前费尽心思，好不容易从乌特拉夫斯基神父那里弄到的药式配方，不就没用了？不需要再培养一个擅长治疗的助手了啊。计划不如变化快啊。不过也不算浪费，已经从魔术师小姐那里收回成本了。配方这种东西，只要存在，始终是有价值的。而且怀特一家之后肯定会远离河湾大道，再次隐藏身份定居，我未必能找得到，不是那么方便。不，星眼蜡烛的暗示解决前，去丰收教堂蹲点，应该就能等到埃姆林怀特。想到这里，克莱恩摘下帽子，行了一礼，没问题，到时候会带你们去的，我就不耽搁你的时间了。埃姆林怀特的表情变化了一下，犹豫着说道：“如果你能消除星眼蜡烛的影响，你可以获得更多的报酬，以及……”他顿了顿，扬起下巴道：“以及血族的友谊。我是魔术师，拥有的是太阳胸针和生物毒素瓶，对心智体层面的利用仅限于通灵，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认识的人里面，也就正义小姐比较接近，但她才序列8，只是个读心者。除非你改信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咱们才能研究下怎么用秘密之书上记载的知识，通过对应的仪式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说起来，吸血鬼似乎也是原始月亮的崇拜者，和巫王他们很像啊。白银城记载的那位古神吸血鬼始祖莉莉丝，不会就是原始月亮吧？克莱恩思绪发散的笑道：“我会帮你留意相应办法的。”埃姆林怀特点了点头，不再多说，迫不及待的转身冲向了门口。要不是马车夫还在附近，他肯定会张开自己的黑色蝙蝠羽翼，直接腾空至2楼。克莱恩笑了一声，有所感慨的摇了摇头。他乘坐刚才那辆出租马车，来到就在不远处的蒸汽地铁站点，辗转着返回了乔伍德区明斯克街15号。进门之前，已养成习惯的克莱恩打开信报箱，检查有无信件。让他意外的是，真的有一封信。这封信没贴邮票，写着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收，落款是于尔根·库珀。于尔根律师。克莱恩疑惑的拿起信封，随手撕开，就着路灯的光芒，他看见里面有一张纸和2张钞票，这2张纸币的面额分别是1苏勒和5苏勒，总共6苏勒。这段时间我喂了3次猫，约定的是每次2苏勒。克莱恩有所恍然的开门入屋，点燃了煤气灯，展开信纸，他发现上面的内容并不多，而于尔根手写的单词和他本人一样，一丝不苟，严肃内敛。尊敬的莫里亚蒂侦探，感谢您这段时间内对布罗迪的照顾，这是您应得的报酬。我来拉了2次门铃，发现你都不在家，只好把报酬装在信封里，投入了你的信报箱。如果不这样做，我可能等明天傍晚才有空再来，这就会错过口头约定的时间。我奶奶承诺的是今晚。作为一名律师，我很看重口头合同的有效性，并希望能严格的履行。最后，再次感谢您。于尔根·库珀律师先生，你的感谢真是干巴巴的，没有意思啊。还不如布罗迪，你对行为的解释倒是非常详细，这真是标准的于尔根风格。而且，放什么信报箱，要是在地球，在我穿越前那段时间，我几个月都未必看一次楼下的信报箱。克莱恩笑着将钞票折好，放入兜里，然后抽出信纸，书写给斯图亚特侦探的信。开篇的寒暄后，他斟酌着写道：“我在图特瓦街附近的丰收教堂找到了埃姆林怀特，那是一座很小的教堂，属于大地母神教会，这在鲁恩并不多见。埃姆林怀特自称是因为某些事情才选择离家出走，之后被丰收教堂的主教收留，住在了那里，成为了一名……”克莱恩想了想，写下了义工这个单词，接着他言简意赅的说道：“经过我的劝解，他已经返回了河湾大道48号，不过他可能会经常到丰收教堂做义工。”写好之后，克莱恩通读了一遍，随即放下钢笔，整齐的折叠好信纸。他翻出了信封，但未贴上相应的邮票，打算明天直接雇人送到斯图亚特的家里。如果走王国邮政系统，哪怕现在就将信件放入邮筒，也得明天才能被取走，之后还有分拣和投递等流程，所以虽然同在王都贝克兰德，
斯图亚特至少也得后天才有希望看见这封信，才可能通知到怀特夫妇。而埃姆林·怀特现在是个身无分文，只有人偶的家伙，这也是为了早日收到报酬。克莱恩低笑一声，收拾好茶几，回2楼刷牙泡澡。周三上午，花费2苏勒，委托一位出租马车夫送信后，克莱恩买了些迪西海鲜饭的主要材料，打算今天做个蛋炒饭。想到粒粒洁白的米饭，他忍不住吞了口唾液。花费一定的时间，历尽了器具和厨房的各种折腾后，他终于弄出了一锅香喷喷的蛋炒饭，配着腌肉和红茶，吃得险些热泪盈眶，真是让人怀念和感动的味道啊！吃掉2大盘蛋炒饭的克莱恩瘫坐在椅子上，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埃姆林·怀特这件事情上，因为对方不按常理出牌，他的表演还未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未能达到预想的目的，所以只能另外再寻找主动表演的机会。对此，克莱恩并不是全无收获，失败同样是经验，这至少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与普通的魔术师不同，我的表演不仅有助手，还有敌人，还有参与人员，他们的反应，他们的选择，同样会影响到事情的发展，必须提前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也算是一个教训，于这种小事上得到教训，总比在某些重要事情上被教做人好。克莱恩看着面前的空盘，思考起还有什么可以主动去做的表演。认真考虑了一阵，他发现竟然没有。当然，不是说绝对没有，只不过不适合他现在去做。比如第4季《图夺王朝遗迹》里的那个恶灵，克莱恩一直颇想解决它，但就算加上拥有了深红月冕的沙伦和得到了失控怨魂遗留特性的马里奇，他也不觉得自己等人能对抗高序列层次的怪物，说不定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主动表演不等于主动作死，不等于拿生命去表演，克莱恩在心里告诫着自己。另外有件事情他倒是挺想做，只是不觉得有什么机会。那件事情是寻找给外科医生艾伦带来霉运的奇怪小孩威尔昂塞汀。对方手里的那副塔罗牌，克莱恩一直很感兴趣，想确认它是不是神奇物品。可惜的是，这事已经被职业者接手，克莱恩不是太想掺和前同僚们的行动。等艾伦医生休息的时候，去克拉格俱乐部侧面打听下进展，然后再决定怎么做。克莱恩的想法迅速成型。据他所知，艾伦医生一般周5下午和周日比较有空，会去克拉格俱乐部打网球。而刚才克莱恩也通过今天的贝克兰德早报确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明晚有智慧之眼老先生召集的非凡者聚会。暂时不能卖狼人非凡特性或生物毒素瓶，甚至也不能找人把前者做成神奇物品。玫瑰学派的高序列强者肯定还在附近活动，肯定充满了怒气，迫不及待的想找到并撕碎沙伦、马里奇和他们的帮手。这段时间这个方面得低调一点。克莱恩拿起餐巾，擦了下嘴巴，开始收拾餐桌。他原本想的是，没主动表演机会的情况下，今天休息休息，去克拉格俱乐部悠闲的度过一天。可是他又记起了能发现灰雾并试图渗透进入的阿蒙分身，记起了秘密之书在那次危机里发挥的作用。于是克莱恩点燃起居室的壁炉，并将秘密之书带回了现实世界，然后专心阅读，仔细琢磨，并随手记着笔记。当然，他事后会把相应的笔记弄到灰雾之上烧掉。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他忽然听到了门铃被拉响的声音。藏好秘密之书，克莱恩进入客厅，直奔门口。来访者正是脸庞瘦削却留着络腮胡的斯图亚特侦探。他非常崇敬，非常振奋地看着克莱恩，迫不及待地赞美道：“您果然是一位大侦探，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渠道，这种没有一点线索的寻人案，你都能这么快解决。为什么我感觉我的灵性略有些变化？似乎魔药又消化了一点。也就是说，我的表演从某方面来看还是成功了，只不过观众仅有眼前这一位，只有他被蒙蔽了，只看到结果是好的。观众的喝彩果然有用啊！”克莱恩怔了怔，露出了热情的笑容。第158章，莫里亚蒂侦探的第一个粉丝。不，这只是运气好，只是神在庇佑我。克莱恩谦虚的让开位置，请斯图亚特进来。他说的其实都是真话，这件事情确实是运气好。早在对方接任务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埃姆林·怀特在哪里。斯图亚特一边脱掉那只外套，摘下帽子，把它们挂到门厅的架子上，一边哆嗦着道：“这该死的天气越来越冷了，
也许我得尝试那些塞棉花的外套，这不能叫冷吧？你去兼海郡北边，去岭东郡住一天，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低温，真正的冬天。克莱恩呵呵笑道。旋即，他慷慨地问了一句：一杯热咖啡？这正是我期望的。斯图亚特跟着走向1楼起居室。我去过兼海郡北边，知道那里的低温和大雪，那是一次还算美妙的度假。不过贝克兰德的寒冷也不差，它就像有魔法一样，穿透了我的衣服，渗入了我的骨头。哦，让人想要赞美的壁炉。斯图亚特在燃烧着木炭的壁炉前站了足足20秒，才坐到沙发上，看着忙碌于冲泡速溶咖啡的克莱恩道：新年我打算去南边度假，到迪西海湾钓鱼。你呢？有什么度假计划？我们忍耐了贝克兰德的空气1年，勤劳辛苦的攒钱，为的就是这样的假期，或许也是去迪西海湾。克莱恩迟疑着说道，他侧对斯图亚特的脸上，神情一时竟有些恍惚。这事关一个约定，和哥哥班森、妹妹梅丽莎的约定。哈哈，到时候我让你见识下我的海钓技术。斯图亚特喋喋不休地说道，我们还是不够有钱，否则真想去福萨克，去英蒂斯，甚至南大陆旅游。克莱恩弄好咖啡，将白釉瓷杯递给了对方，自身则退后2步，坐至对面。斯图亚特端着杯子，深深吸了2口香浓温暖的气体，缓了几秒，他将杯子放下，非常正式地说道，按照约定，我将分享这次获得的报酬给你。怀特夫妇总共给了50磅，而你做出的贡献明显比我多。夏洛克，你拿30磅怎么样？我还得给我的线人们一些辛苦费，才50磅。一只吸血鬼才值50磅。克莱恩忍不住腹诽了一句。不过他也知道怀特夫妇不是不想增加悬赏的金额，应该是担心给的钱太多，反而吓坏侦探，让他们产生不必要的联想，从而引来警察或某些官方组织的关注。对普通的私家侦探来说，50磅的任务已经足够诱人。克莱恩当初请人调查整个廷根市和郊外小镇全部的红烟囱房屋，也才用了7磅的样子。另外，怀特夫妇还额外给了1磅，说是你这几天的车资。斯图亚特略显疑惑的拿出6张5磅面额的钞票和1张1磅面额的。克莱恩伸手接过，随意的检查起真伪，没有解释车资的事情。斯图亚特也未多问，转而笑道，除了斯坦顿先生，你是我见过最出色的侦探。你是半途入行的，还是以前跟着哪位大侦探学习过？跟着哪位大侦探学习过？这就多了，什么夏洛克·福尔摩斯，什么赫尔克里波洛，什么万年小学生，什么以爷爷名义招摇撞骗的家伙。克莱恩无声吐槽了2句，他想了想道，我来自兼海郡，早期做过很多工作，后来才成为侦探，所以你的见识足够丰富。斯图亚特恍然道，喂，你恭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克莱恩笑笑未作回应。斯图亚特喝了口咖啡道，夏洛克，我以后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疑难案子，希望能向你求助，我在侦探界的人脉也铺开了啊。克莱恩谨慎地回答道，到时候如果我有空的话又闲聊了几句。斯图亚特识趣地提出告辞，克莱恩一直将他送到了门厅。穿好外套，戴上帽子，斯图亚特正要拉门出去，忽然回头诚恳说道，夏洛克，你太简朴了，你的才华值得上更好的咖啡啊。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有些尴尬，他干笑一声道，我分辨不出咖啡的好坏，对我来说都一样。送走斯图亚特后，克莱恩随之出门，到肉店买了几根牛骨和一些牛肉，去蔬菜店买了白萝卜等食材，并配齐了相应的调料。他要为晚餐准备牛骨萝卜汤，用来佐剩下的米饭。至于中午，他就在街边随意找了家餐厅，吃了份小羊排。悠闲的午后，克莱恩继续学习秘密之书，越看越觉得自己对神秘学了解太少。好在他基础扎实，很多东西一接触一琢磨就能迅速掌握。傍晚时分，他闻到了牛骨萝卜汤飘散于外的诱人香味，喉结随之上下蠕动了2次。他又听到了门铃的声音，这就像是开饭的号角。吞了口唾沫，克莱恩走到大门后，伸掌握住了把手。他的脑海内自然呈现出了访客的样子，那正是英俊但不够阳刚的红瞳吸血鬼埃姆林·怀特。都不用催促啊，是个守信的家伙。克莱恩拉开房门，微笑道，傍晚好。怀特先生。埃姆林扬起下巴，让不耐烦的神情溢于言表。他正要开口，克莱恩打量了他身上的褐色教士袍一眼，露出我懂的笑容道，
你刚从丰收教堂过来，昨晚谁说能坚持的？埃姆林顿时无法维持绅士风度，咬牙道：那个老头子，那个老头子，该死！那该死的暗示该怎么消除？不等克莱恩回答，他拍了拍胸前的衣物，板起了脸孔，带我去见那个病人。有顿丰盛的晚餐正等着我。说话间，他微不可见的吸了吸鼻子，似乎闻到了什么味道。克莱恩没再多说，拿上外套和帽子道：好的，我现在带你过去。关上门，走了几步，他谨慎的问道：你有执业医师证吗？要不然怎么说服于尔根律师，让他同意多丽丝太太服药？埃姆林45度角看着天空道：我不需要那种证件来表明我的能力。克莱恩皱眉前，他漫不经心的补了一句：他太简单了，我只是应付一下就拿到了。这口气听起来对执业医师证还挺自豪的嘛。克莱恩笑笑没有说话。埃姆林望着前方湿漉漉的地面，随口说道：你知道我最喜欢贝克兰德哪一点吗？什么？克莱恩没有好奇心的附和了一句。埃姆林呵呵笑道：长期阴沉的天空遮住太阳的雾气，这让我就算在白天出门也不会感觉太难受。这真是太棒了，除了空气不太好，也就是说吸血鬼真的会因阳光而受到一定伤害。还好我昨天有考虑这点，特意没带太阳胸针，否则都没法和埃姆林交流了。克莱恩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说话间，他们已经抵达了于尔根家外面。克莱恩上前拉响了门铃。过了一阵，房门打开，在家里也穿得很厚实的多丽丝太太惊喜的开口道：侦探先生，你是来做客的吗？黑猫布罗迪不声不响蹲在了旁边，警惕的看着埃姆林，似乎觉得这个家伙不太对劲。克莱恩指着身边的吸血鬼道：我新认识了位医师，擅长治疗肺部疾病，所以专门请他来帮你看看。这位埃姆林怀特医师是吗？你还记着这件事情啊？真是个好孩子。多丽丝喜悦的请两人入内。孩子，克莱恩嘴角微动，最终什么也没说。进入客厅的途中，埃姆林压低声音对他说道：这个病人的问题已经无法逆转，他年纪很大，身体又相当虚弱，就算我给了他药剂，他也顶多能过好这个冬天，3到5年就会逝去。除非有传说里的不老魔药以及类似的东西，否则只能这样，或者把他变成血族。但他这个年龄已经承受不住非凡特性对身体的改变，而且我父母和我也没有多余的特性了，无法逆转。克莱恩怔了怔，无声叹了口气。他对埃姆林道：先给他调制药剂吧，过了这个冬天再说。好，我有带一种成品药剂，正好适用于这种情况。埃姆林毫不客气的坐到了沙发上。这时于尔根律师边脱围裙边从厨房出来，问清楚了克莱恩的来意。怀特医生，你对我奶奶的肺部疾病有什么看法？于尔根很严肃的问道。埃姆林显然很擅长这种局面，先说了一通对肺部疾病的了解，绕晕了于尔根后道：他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健康的空气，这是我最诚恳的建议。另外，我有一种特效药，可以免费试用。他边说边拿出了内科的执业医师证和一个金属小瓶。会有副作用吗？于尔根谨慎问道。没有，唯一的问题是他无法根治问题，只是暂时的治愈。埃姆林用非常专业的态度回答道：如果不是因为莫里亚蒂侦探，我不会随便让人试用的，也许可以试一试。嗨，多丽丝太太插言道。于尔根看了克莱恩一眼，而事前做了占卜的对方给出了肯定的点头。好，于尔根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警惕的看着多丽丝太太喝下那瓶药剂，仔细观察着她的反应。多丽丝太太最初没什么变化，但渐渐觉得自己的呼吸正一点点变得轻松。她站了起来，弯腰抱了下猫，欣喜的说道：我感觉好多了。看到这一幕，于尔根一贯严肃没有笑容的脸上，嘴角竟微微有了上扬，而克莱恩想到的却是3到5年。他勾勒笑容，暗叹了一声，这也算是一种魔术表演吧，用非凡能力制造的虚假结果让观众开心。第159章失踪事件。等了大半个小时，确认没有意外状况后，克莱恩和埃姆林怀特才离开于尔根律师家，各自想着心事的沉默前行，很快抵达了明斯克街15号的外面。吸血鬼埃姆林握拳抵了下嘴巴，轻咳了一声道：报酬已经支付完毕，希望以后再没有机会见面。这句话逼格不错，可怀特先生，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克莱恩礼貌性的笑道。
我会偶尔去拜访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希望到时候你不再丰收教堂。而且，我也不用忙碌着帮你寻找解决心理暗示的办法了。埃姆林怀特的表情顿时变得颇为古怪，默然了2秒，才扬起下巴道：我们血族里有许多强大的神秘学家，我会写信向他们寻求帮助的。说完，他以手按胸，行礼告辞，转身走了几步。他忽然放缓了速度，扭过脑袋，犹豫着问道：你在做什么菜？牛骨萝卜汤，需要配米饭和费内波特高原特产的那种辣椒。克莱恩呼吸着屋内飘散出来的香味，满是期待的说道。埃姆林皱眉摇头道：辣椒不在血族的审美领域里，坦白的讲，我也很难想象吃辣椒的吸血鬼。当然，我偶尔会幻想一下拿着白馒头啃着大蒜和大葱的吸血鬼。克莱恩腹诽了一句，指了指大门，示意自己要享用晚餐了。埃姆林怀特考虑了1秒，沉下嗓音，斟酌着说道：我昨晚想了很久，发现你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要索取报酬呢？那老头子随时会让我离开的。克莱恩嘿了一声，不是这样算的，你父母委托的任务是找到你，不是解救你，而最终是我找到了你，根据约定，报酬理应属于我。另外，如果没有我提醒，你或许还要在丰收教堂待上几周几个月才会知道可以自由离开，并且无法察觉自己被暗示了。你在影射我的智商。埃姆林的脸庞扭曲了一下，不是明说。克莱恩笑笑没再说话，自顾自开门入屋，直奔厨房，满脑子都是清亮诱人的汤汁，洁白的米饭，软烂却不缺嚼劲的牛肉，深藏在骨头里的髓质，清甜解腻带着肉香的萝卜，以及切碎的费内波特高原辣椒，在那火红的碎片里还撒着粉色的玫瑰盐和绿色的拜朗长穗叶。周4清晨，克莱恩按照约定来到了东区那家廉价咖啡馆，依旧穿着之前后夹克的老科勒正坐在角落里，用几乎品尝不出茶味的茶水搭配着一条黑面包。克莱恩来到他的对面，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东西，推给了对方。那是由2张5苏勒、4张1苏勒纸币和特意用来增加效果的一把铜便士组成的经费。老科勒直直地看着他们，好一会儿才伸出右手，颤抖着拿过。他反复端详着，抬手抹了把眼睛，挤出笑容道：在码头，我们搬运沉重的货物，踩着冰冷肮脏的水做一些麻烦的清理，一天才1苏勒左右，而这里有足足15苏勒。克莱恩默然听着，隔了几秒才道：你最近有听到什么事情？注意到哪些情况？老科勒收起经费，再次喝了口茶水，捏了捏眼角道：我认识了很多码头工人，并和以前流浪时熟悉的朋友重新建立了联系，他们有的进了工厂，有的还在济贫院和公园角落不断来回。就像我过去那样。最近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种说法，说我们既然信仰7神之一，为什么不直接向源头的那位造物主祈祷，说他在每个人的身体里，在所有的事物中，并没有真正失去。向他祈祷能让我们得到救赎，不仅死后能进入他的天国，生前也会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比如不需要工作的那么辛苦，每天也能有奶油，有滋滋冒油的肉，每天都有这极光会传播的变种造物主理论。经过莱尔乌斯的事情后，他们开始重视东区、码头区和东区的平民，希望利用他们达到某些目的。不知道3大教会有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应该有吧。克莱恩将黄油加于2片吐司间，不知其味的咬了一口。老科勒絮絮叨叨说了一阵后道：侦探先生，按照您的吩咐，我有注意纺织女工的事情，最终随着警察的加入，他们的抗争失败了，但领头的那些人成为了工厂的主管，1/3的人则失去了工作。他们有的在积极寻找新的工作，有的成为了站街女郎，有的不知道去了哪里。整个东区一片混乱。如果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来被克兰德的时候是这种局面，那他每天来东区悄悄杀1-2个人，根本没谁能发现，没谁能注意。克莱恩在心里叹息了一声。老科勒继续讲了些日常的见闻后道：对了，利弗家的小女儿失踪了。利弗，克莱恩确认自己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老科勒这才恍然道：就是你和记者先生上次见到的那个和人吵架的浆洗女工，她一直带着大女儿和小女儿在家里做浆洗工作，但昨天她2个女儿送衣服回来的途中走失了一个，小的那个真是可怜啊，她做了好些年寡妇，一直指望着2个女儿，结果
东区的警察肯定不会太用心的去找不幸的人身上，往往会有更大的不幸，因为他们没有抵抗风险、改变所处环境的能力。克莱恩脑海里忽然闪过了这么一段话，他石雕般沉默了几秒，道：“带我去看看他们吧，我是一名侦探，或许能帮他们找人。”他们没钱的老科勒提醒了一句。克莱恩拿起帽子和手杖道：“我偶尔也会做义工。”乔伍德区，两位女士原本租住的那栋房屋内，修又开始了赏金猎人的生活，福尔斯则加快了新书的进度，希望尽快攒够戏法大师所需非凡材料的钱。但写书这种事情，不是想写就一定能写出来。福尔斯烦躁的抓了抓头发，决定出去散会步，寻找灵感。走着走着，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他的斜前方是他最早工作过的尤瑟夫诊所，一个相当大的私人诊所。凝望了一阵，福尔斯想起了那个引领自己进入超凡世界的老太太，于是拐向右侧的小巷子，走近路来到了附近一条街道。这街道两侧种着落叶飞舞的梧桐树，是个相对安静的地方。福尔斯记得，那个老太太就住在39号那栋房屋，当初她偶尔会上门送药或打针，甚至帮一些日常琐事上的忙。这都快3年了，那里应该重新租出去了吧？也许都换了好几任租客了。我还记得当时来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不少记录神秘学心得的笔记。福尔斯走在没剩什么叶子的梧桐树下，慢慢靠近了39号那栋房屋。因回忆过往的经历，他逐渐有了些写作灵感。就在这时，他看见未穿厚重的大衣、戴半高黑礼帽的老者立在39号那栋房屋门口，拉了3次门铃。过了几分钟，始终无人开门。有双蔚蓝眼眸的老者摇头转身，疑惑低语道：“还是没人。”他忽然发现了停留在不远处，正张望这边的福尔斯，忙迈开步伐走了过去，温和又急切的笑道：“美丽的女士，你住在这片街区吗？你认识劳勃罗和安丽萨吗？”安丽萨，这不是那位老太太的名字吗？这栋房屋最近没有租客。福尔斯斟酌着说道：“我不知道我认识的安丽萨太太是不是你想找的那位。她住在这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于3年前过世了。3年前过世了。劳勃罗呢？”那位只眼角有些皱纹的老者忙追问道：“他的先生比他更早过世。”福尔斯诚实回答。老者顿时怔住，旋即露出悲伤的表情。他沉默片刻道：“感谢你，善良的女士。我是劳勃罗的哥哥，一直居住在坚海郡，因为太久没收到他们寄来的信，所以决定过来看一看。你能给我讲一讲他们那几年经历的事情吗？”安丽萨太太的丈夫的哥哥，会不会就是他口中那个家族的后裔？福尔斯突然警醒，微笑回应道：“没有问题。”他飞快思考起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老者指了指侧后方道：“那里有间不错的咖啡馆。”东区一栋略显陈旧的公寓内，克莱恩再次踏入了那个湿气浓重的房间。他看见上次那位和站街女郎争吵、不屑于对方职业的彪悍妇女站在衣服堆里，也有不少皱纹的脸庞失去了神采，失去了劳碌的劲头，毫无生气。而他的大女儿上次蹲在盆子前将洗着衣物的那个17、18岁少女，坐于床边不断啜泣着道：“是我，都怪我，我没有看好她，我不该带着她走僻静的巷子。她还说今晚要在免费学校里多学几个单词，是我，都是我的错。”江西女工丽芙突然回神，转头望向大女儿，收起悲伤的表情，恶狠狠地说道：“哭什么哭？快起来洗衣服！你想饿肚子吗？你想免费学校都去不成吗？”吼完之后，他才看见克莱恩和老科勒就在门边。老科勒，这位是？他疑惑问道。第160章，寻人。老科勒似乎有点害怕对方的彪悍，不自觉退后了一步。利弗，这是位侦探先生，他想帮助你们寻找黛西。利弗多有皱纹和脱皮痕迹的脸庞转向克莱恩，冷漠的说道：“我们已经报警了，他也许只有30多岁，但外表看起来却已接近50。”克莱恩环顾悬挂着许多湿漉漉衣物的房间一圈，依稀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有位13、14岁的女孩。他小心翼翼地拿着简陋粗糙的自制熨斗，处理着晾干后发皱的衣物，他的手上多有被烫伤的痕迹。她就是走失的黛西。克莱恩回望江西女工丽芙，用不含感情的口吻说道：“你相信东区的警察会真正用心的寻找黛西吗？你肯定造成黛西走失事件的那些人不会顺势把目光投向你家吗？”
你想在失去一个女儿后，再失去另外一个？残忍却钻心的话语传入了江西女工丽芙的耳朵，她脸上冷漠的表情一点点瓦解，嘴巴张了张，却什么都没能说出，眼角逐渐变红。她猛地埋下脑袋，痛苦又绝望的自语道：“我没钱。”房间内豁然安静了一下，就连啜泣的少女都没再出声。克莱恩抿了下嘴巴，无声吐了口气道：“我偶尔会去做义工，纯粹的帮助别人，呵呵，好久没做了，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义工。利弗抬起脑袋，咀嚼着这个单词。克莱恩微微点头道：“这次的委托免费，不，也不是完全的免费。善良行为会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反正你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利弗沉默片刻，抬起因长期泡水而发皱发胀的手掌，擦拭了一下眼眶，低沉说道：“侦探先生，您真是一位善良的好心的绅士。”他的嗓音忽然哽咽。事情是这样的，前天中午，弗莱亚领着黛西将一批洗好的衣物送回去，就在东区外面一点，他们要去好几条街道。为了赶回来吃午餐，弗莱亚选择了僻静的巷子，可他只是一个没留神，就发现跟在后面的黛西不见了。他原路返回寻找，始终没有找到，而黛西也一直没有回来。弗莱亚当时是在哪里？叫做弗莱亚的少女已站了起来，两眼又红又肿。他低气着说道：“就在破釜巷，侦探先生，黛西会没事吧？”应该。克莱恩没什么表情的回答道。他四下张望了几眼，转而问道：“有黛西经常携带的物品吗？我能借来一条警犬，它拥有出色的嗅觉，能根据目标遗留的味道一路找到对方。”没有。江西女工利弗想了想，表情悲伤的说道。少女弗莱亚再次流下眼泪，觉得事情似乎又走入了绝境。突然他眨了眨眼睛道：“有一件。”黛西的单词册。单词册？老科勒在旁边反问了一句。利弗吸了吸鼻子道：“我有让弗莱亚和黛西去晚上的免费学校，我能一直将洗衣物，他们不能始终这样，这位太太真是个好母亲啊。”克莱恩忍不住感慨了一句。免费学校是由3大教会或者某些慈善组织建立的夜间学校，晚上8点到10点上课，完全不收取任何费用，甚至会免费提供书写工具和一定的纸张。它属于脱盲性质的教育，顶多在涉及一些宗教方面的知识。老尼尔曾经就在黑夜女神的免费学校当了几年老师。克莱恩听他提过一些情况，因为志愿做免费学校老师的人很少，所以那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学模式，那就是老师提前到，先召集学习进度最好的几名学生，将今天要讲的内容灌输给他们，然后再由他们负责不同班级的教学，老师则来回巡视，纠偏纠错，这被称为导生制。与免费学校对应的还有技术工人讲习所等免费组织，他们是真正平民能够接触到的，可以摆脱自身阶层的少数渠道。可惜的是，类似的组织太少，杯水车薪，很难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这时，弗莱亚抽泣着补充道：“黛西很喜欢学习，已经被老师确定为他那个班级的导生，他会把抄写过单词的纸张放在一起，每天枕着他们，抱着他们睡觉，然后早早的起来，到外面的街上就着清晨的光芒背诵。他一直很遗憾附近没有路灯。”说话间，弗莱亚冲回了高低床边，从破烂的枕头下拿出了一叠皱巴巴的纸张。因为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那上面抄写的单词已经有些晕开，纸张的边缘更是出现了磨损，似乎长期的被人翻来翻去。侦探先生，他可以吗？弗莱亚将根本没有装订的所谓单词册用双手递给了克莱恩，然后眼巴巴的问道。可以。克莱恩非常简洁的回答道。他并不是安慰弗莱亚，类似的物品虽然不是随身携带的那种，但长期与目标相伴，且投射了对方强烈的信念，是用补账法寻人的极好材料。他随手翻了下单词册道：“那我就开始行动了，越早找到黛西越好。”利弗和弗莱亚找不到多余的词汇描述自己的感受，只能边目送克莱恩和老科勒离去，边不断的反复的说着谢谢，谢谢您，侦探先生，谢谢您，好心的绅士。出了公寓，克莱恩侧头对老科勒道：“你最近留意下那些失业的纺织女工，尤其是既没有找到新工作，又未成为站街女郎的那些，其中重点注意不知道去了哪里的。你自己注意安全，少问多听。这件事情如果做得好，会有奖金。”
老科勒重重点头道。他没有立刻告辞，犹豫了下，用饱含期待的语气问道：侦探先生，你肯定能找到黛西，对吧？我只能说尽力，克莱恩没做保证。老科勒叹了口气，苦涩笑了笑，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所以最不愿意看见这种事情。他挥了挥手，向着另一条街道行去。克莱恩则不快不慢地离开这里，于途中用黛西的单词册包裹住手杖的杖头，在不引人瞩目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补杖寻人。有结果，偏西北方向，暂时无法确认是否受到干扰或误导。他低头看着手杖将要倒去的方向，伸掌扶住了他。按照启示，克莱恩一路出了东区，雇佣了一辆出租马车。大半个小时之后，时而调整方向的马车停在了乔伍德区靠近西区的艾瑞斯街，停在了一栋有广袤草坪、宽阔花园、小型喷泉广场和大理石雕像的房屋前。此时，车厢内，克莱恩的手杖已倒了下去，笔直地对准着那里。透过窗户，克莱恩看见铁栅栏大门内有来回巡视的守卫和一条条吐着舌头的恶犬，那里的戒备相当森严。更为重要的是，哪怕未用占卜，他全凭灵性直觉也能发现里面蕴藏着不小的危险。这是什么地方？黛西的失踪怎么会牵扯到这种危险地方？克莱恩沉思几秒，吩咐车夫继续前行。马车夫略感诧异的回应道：先生，您不是来拜访卡平先生的？卡平？克莱恩觉得这个名字非常耳熟，他笑着反问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经常会有人从东区出来，乘坐我的马车到这里。呵呵，这是大富豪卡平先生的家。车夫随意回答道。东区？卡平？富豪？克莱恩忽然想起了那个卡平是谁。在许多谣言里，他是满手血腥的犯罪集团头目，与许多起天真少女的失踪案有关。而现实中，他是认识不少大人物的富豪。克莱恩未再多说，向后靠住箱壁，半闭上了眼睛。马车缓缓前行，那栋豪华别墅向后掠去，消失在了玻璃车窗上。一个咖啡馆的小隔间内，福尔斯已经知道对面的老者叫做劳伦斯·诺德，来自坚海郡康斯顿城，是一位公学教师。他不知道安丽萨太太的丈夫死了，也就不知道安丽萨太太继承遗产，成为了非凡者。更加想不到安丽萨太太会把遗物留给我，她会不会也是非凡者？她拥有占卜的能力吗？福尔斯喝了口费尔莫咖啡，组织着语言道：我曾经是附近尤瑟夫诊所的医生，而安丽萨太太经常来看病，那时候她的丈夫劳勃罗先生已经过世，我偶尔会陪她说话，帮她做一些事情，比如……所以她最后立下遗嘱，将存款和现金给我，将珠宝首饰、书籍、家具等事物捐赠给慈善组织，这由他指定的律师事务所监督执行。福尔斯说的都是真话，但非全部的真话。劳伦斯捏了捏额头道：真是遗憾啊，我无法理解安丽萨为什么在那几年内不联系我，她没有提到过你的名字，隐约对劳勃罗先生的亲属有些不满。福尔斯坦然回答。劳伦斯沉默片刻道：感谢你的讲述，这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对了，劳勃罗和安丽萨安葬在哪里？格林墓园。福尔斯从包里拿出怀表看了一眼道：劳伦斯先生，我还有事情，我该离开了。劳伦斯没有阻止，起身送走了对方。重新坐下后，他苦恼地揉起太阳穴，无声自语道：劳勃罗过世了，而且没有留下孩子，也不知道他的非凡特性被安丽萨弄去了哪里。理查德死在了极光会的手上，萨姆根本就不想联系我们，不想承担姓氏的责任。亚伯拉罕家族真要这样慢慢消亡了吗？